将主，关于害夫人殒命的凶手，属下追查多日，仍未找到关键线索。继续查，哪怕掘地3尺，也要查出真相。是。还有一件事，城景财庄的现任掌事容嫣，是夫人的妹妹，属下是否需要派人暗中保护？现在局势不明，不能大动干戈。属下明白。爹爹，想吃的都点上了。我还点了阿爹最爱吃的熔崖卤鸽。家族安排的联姻只会分化我在财庄的权利，我要的夫君必须是我能掌控的人。不知王掌柜推荐的靠不靠谱？怎么还带着个孩子啊？爹爹，这个漂亮姐姐是谁啊？模样瞧着倒是挺正的，罢了，先了解一下吧。郎君如何称呼？又在何处谋生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难不成他已经发现了什么端倪？宋景贤曾是军中之人，如今在城中一处宅邸做副务。我叫容嫣，乃南都城景财庄大掌事，财庄名下产业遍布各州，资产数以万计。不知宋公子每月俸禄能有多少？400文。宋公子，你每月俸禄只有400文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这般条件，你是怎么敢应下这门亲事的？亲事？爹爹，你总算想通了，朵朵这一下终于要有娘亲了。漂亮姐姐，你这只玉镯跟娘亲的好像呀，是不是娘亲让你来陪朵朵的？不是。朵朵，不许胡闹。姑娘，怕是您认错人了，我并非要来跟你议亲。不会错的，王掌柜同那人约定的就是假字号的雅间。宋公子，你也不必觉得难堪，若你人品端正，我并不在意你家境如何。我保证，你和朵朵在南都衣食无忧，享尽荣华富贵。姑娘，你是谁跟我无关，但你确实找错地方了，这里是隔壁。游字号雅间的木牌。王书恒这王八蛋，竟给我推荐这般人物！哎呦，这不是宋景行吗？你这是踩了狗屎运发了财，带着这个拖油瓶女儿来这凤仙楼打牙祭啊！3个人点了2杯茶水，宋景行，你还真是把穷酸演绎的淋漓尽致啊！我在何处用膳吃食，跟你无关。是与我无关，我就是实在唏嘘。想当年你宋景行也是书院数1数2的才子，可你非要去边关吃苦，如今回来连件像样的衣裳都穿不起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还把自己娘子给克了。成天带着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的小野种混日子，这事儿啊，也就你宋景行能干得出来。姑娘长得如此标致，为何跟宋景行这等废物凑在一起？倒不如跟我在一起，我保证让你享受荣华富贵。白雪，别太过分！宋景行，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我如今可是在城景财庄做事，俸禄高你1000万倍。你做工的那家府邸刚好是我们财庄手下，我随便动动手指
便可以将你和这个小野种赶出去睡大街。爹爹，他好吵，吵得我耳朵疼。你个小野种竟敢嫌我吵，信不信我马上让你爹跪在我脚边给我舔鞋呀！你方才说你在城景财庄做事啊，正是。不知姑娘芳名，姑娘若不嫌弃，不如与在下结识一番。姑娘有所不知，你身侧的这个宋景行，不过就是一个客气穷酸之人。这世道拼的是家世，是势力。我1月的俸禄，便是你10年那也挣不到。姑娘若是跟了我，日后绫罗绸缎、金银财宝任你挑选。你叫白绝？是，姑娘不如和我找一个雅致一点的地方，咱们边吃边聊，这样也好让我跟你亲近亲近啊。不用，我只是确认一下你的名字。你个贱人，疯了不成？竟敢对我动手！你可知我是谁？白绝，你被城景财庄除名了。除名？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说这话？从现在开始，这孩子便是我的女儿，宋景行便是我的夫君。你辱我夫君，欺我女儿，便是辱我容嫣。你这不知好歹的贱人，竟敢羞辱白主事！今日我就要你们都走不出这凤仙楼！好好看看这令牌，想想你们有没有说话的资格。城景财庄大掌事容嫣，容大掌事啊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不知道您在这儿，求您放小的一马吧。你现在立刻回财庄，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出南都！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容姐姐好厉害，像画本里的女侠一样。感谢姑娘今日出手相助，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，不必言谢。一家人，此话怎讲？意思是我想与你结为夫妻。姑娘，此举有些太草率了吧？朵朵，我们走，等回头爹爹带你去吃你最喜欢吃的盐泽酸梅。宋公子，我并非一时兴起，我现在确实需要一个已婚的身份来面对家族的纠缠。你也不愿意让朵朵跟着你吃苦吧？若你肯与我结为夫妻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朵朵便是城景财庄的大小姐。我保证，在南都之内，再无人敢欺负朵朵分毫。爹爹，身边的小伙伴都有娘亲，只有朵朵没有。姑娘，此事我需要考虑几天。今日我还要去我弟弟的婚宴，出门匆忙，并未携带户籍文书。爹爹，朵朵带了，这样我们就能成为一家人了。这下朵朵终于有娘亲了，再也不用担心被小伙伴笑话了。这丫头真是个机灵鬼，连自己爹爹也给算计了。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之间只有夫妻之名，无夫妻之实。城景财庄的产业你不必插手，我也不会干扰你的生活。不过，我会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给你和朵朵最好的物质需求。等到我的家族解决完问题过后，我们就和离。希望这天不会太远。对了，今天能帮我照顾一下朵朵吗？方才不是说要去参加你弟弟的婚宴，把他带上吧。这送我的吗？也太贵重了吧。放心，不贵，也就200万两。
男人出门在外，总要有一些派头，更何况你是我容嫣的夫君。对我这么好，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你想得美，爱戴不戴。来，朵朵，我们走。跟他姐一个样。哥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弟欠的债，我替他还。你说你还就你还呐？给我打！走，快走！弟，我要去从军了。哥，今天你罩着我，等你回来，我罩着你。宋州发誓，今后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咱们兄弟。行啊，那我就等你发财，弟。弟弟，我回来了。哟，哎，这不是宋家大少爷吗？这么些年在哪里高就呀？还真是，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谁家护院呢。哎，宋景晴，我叫你一声大少爷是客气呢，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个人物啊？今天要不是我弟弟新婚，你们连见我的资格。宋景晴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人家宋大人会认你这个大头兵做兄弟啊？就是，宋大人如今可是程景才庄的得力干将，而你根本就不配参加宋大人的婚宴。哼！弟，我回来了。嗯？满江园，这可是南都最贵的地契啊！你是说到做到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。去把我的新房打扫干净。什么？怎么？你聋了吗？耳朵不灵光，怎么当看门狗啊？弟弟，你这什么意思？看家护院不是你的职责。还有，要叫我宋大，记住了，看门狗。宋锦行，还不快谢谢我相公，给了你这个参观奢华府邸的机会，不然像你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估计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踏入满江园一步。就是啊，如今这宋大人一炷香的俸禄，够他宋景行1个月的了。现在宋大人是什么人？即将成为程景财庄的大掌柜，货真价实的中流砥柱。跟这种下等人比，这不是拉低宋大人的档次吗？就是。是啊，宋大人以后可得多多照拂呀。弟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少他妈跟我套近乎！你以为我还是那个对你言听计从的小屁孩吗？当年的宋家早就已经破产了，现在的宋家是我一己之力打拼出来的。看清楚，被众人追捧的是我，现在的你，擦鞋我都嫌脏。宋锦行，老话说得好，龙不与蛇居，虎不随犬戏。你一个看家护院的，有什么资格和我相公做兄弟？相公，程景财庄应该不缺做苦力的吧？不需要，尤其不需要耳朵不好使的。我儿是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你，幸好你离家从军，我才有机会跟了比你强1万倍的项羽。现在看来，我的决定还是很正确的。
哎呀，还是贺姑娘看人准啊！哎，我听说啊，这宋景行啊，在外面生了一个小杂种，现在呀，还带着这个孩子呀，去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啊！哈哈哈。也是，他这种穷酸之人，跟烂货也是旗鼓相当啊！没想到你真的变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只不过有的人越混越好，有的人越混越像奴才。那我祝你前程似锦。哎，让开！来都来了，别急着走啊！毕竟大家是兄弟，不如你把你那个烂货叫过来，让大家开开眼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吗？看门狗！娘亲，我都想爹爹了，时候不早了，爹爹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去接他吧。好吧，正好红炉酒楼也是财中名下的产业，我也顺便好好招待一下你爹爹的弟弟。好耶，出发去找爹爹喽！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妓女，也不管你现在是什么人，我只想带着我的兄弟情谊参加你的新婚，别把我们的情面磨平了。情面？你敢打我，是不是分不清状况？像你这样的看门狗，一句话就能让你失业，弄死你，根本不用我自己动手，跟我讲情义。你配？你不就是看我今天结婚，硬要混上来凑个面子吗？怎么了？事到如今了，还想站着要饭？宋锦江，你算哪根葱？宋之洛，我们可是亲兄弟啊！兄弟，现在的不配。你看看，被众人追捧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你想跟我混可以啊，给我跪下，跪下，磕3个头，叫一声宋大人，或许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机会。不用了，宋之洛，从今天起，我宋景行跟我断义。就凭你，也配和我相公断亲？我说你为什么突然跑过来攀关系？原来是小白脸当不下去了呀！就是，能看得上宋景行这样贱货的女人，能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吗？还不如让这个贱货来给咱们宋大人陪酒啊！正好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天底下究竟是什么又丑又穷的女人，愿意嫁给你这个无权无势的窝囊废。马上又可以见到爹爹了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五夫君的弟弟在这里举办婚宴，我过来看看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哼，说我又穷又丑，这么多年还没有谁敢这样说我。马上把我吩咐你的东西拿上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这么猖狂。走。我劝你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？他说到此为止。哎呦，宋锦祥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得罪了宋大人，就是得罪了整个城景财庄，整个南都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。到此为止，还轮得到你说吗？就是，你应该好好想想，怎么和这个贱人一起求我夫君放过你。不如你把这里的酒都喝光，爬出去。哎，他们哪配喝这儿的酒？这里随便一壶酒，都够他们忙活1个月都买不起。那倒是，可不能浪费了。别说我不给你机会赚钱，不如你把你家那位叫过来，让大家玩玩，否则就是不给我面子。到时候可别怪我不讲兄弟情义。宋大人，这宋锦行这样的人能找到什么好货色啊？我还怕得上花柳病呢！再让我从你的狗嘴里听到垃圾话，
不是一脚这么简单的事。看来你真的是活腻了，你始终是不明白我们之间身份的天差地别。很快，我会让程景财庄介入此事。今天出了这个门，那个贱人老婆还有那个野种，通通都会饿死在大街上。说到做到。至于现在，给我打，打残，有事老子担着。好，我真的很好奇，在这云城，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动我容烟的夫君？姐姐，来了，来了，夫君。我去，这宋锦行的二婚老婆竟如此漂亮啊！这身材气质，简直堪比顶级的花魁呀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真的是宋锦行的妻子？怎么，很意外？长得漂亮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看你也不是什么正经女人，之前不会是在哪里做青楼女子？你应该庆幸，我只是一个做生意的，这一巴掌换你一条命，很值得。坏人活该！相公，这个贱人居然敢打我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个贱人，我一定要扒光她的衣服，让她跪下来请我道歉。美人儿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权势的男人才值得依靠。我是程鼎钱庄新任大掌柜宋周，这个宋景晴不过就是一个臭看门的，他不值得你依靠。要不，你考虑跟我？程景财庄大掌柜，正是。一个给我打工的，也配跟我夫君比？啊！小姐，您吩咐的50斤黄金价值1500两，云梦酒价值3000万两，鸿都酒楼地契价值9000万两，皆已送到。这，邱掌柜，这是我送给夫君的礼物。恭请姑爷执掌鸿都酒楼，特此送上贺礼。姑爷，宋景行宋公子乃是我们家荣长氏的夫君，也是程景财庄的现任姑爷。什么？现在我夫君的权势比你高了吧？敢欺负我爹爹，程景财庄的大掌事是我娘亲，怕了吗？小姐，您方才说他们欺负姑爷，是怎么回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出唬人的戏！若非我是程景财庄新任大掌柜，险些要被你们给骗了。不错，鸿炉酒楼转让这么大的事情，肯定是要通知大掌柜的。我们宋大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啊！差点给他们糊弄过去了。这鸿炉酒楼还是程景财庄旗下产业，怎么说转让就转让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简直是自寻死路！放肆！还不赶紧给我们家姑爷道歉！邱掌柜，堂堂大掌柜，你让我给一个看门的道歉？我让你道歉，你就得道歉。臭娘们儿，你敢打我？你好好看看，我究竟是谁？啊！程景财庄大掌事，你是荣长事？你真是瞎了狗眼，竟敢对我们家小姐和姑爷不敬！荣长事，我不知道是您。你不必知道了，因为你已经被除名了。宋景行，以后你不当护卫，这家鸿炉酒楼交给你打理吧。我们回家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都怪你！得罪了荣长氏，今后我们一家还怎么在南都待啊？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会嫁给你！哟，你这喜宴
怎么冷清的如此之快？荣公子，你不必担心，你那哥哥不过是我堂姐找来的上门女婿，一个没有实权的废物罢了。原来如此。可是，公子，我得罪了荣烟，这城景财庄的差事，怕是要黄了呀。有我在，你慌什么？荣烟挡了高家的路，城景财庄很快就会覆灭，而我爹就会接替荣烟，成为新一任荣家家主。你很快就能见到宋景行跪在我面前。多谢，多谢荣公子。哼，宋景行，今日的屈辱，我要100倍还给你！你这种废物，怎么配骑在我头上？爹爹，我给你找了个好人家。荣府的令牌，我让秋月改日给你送一份过来。有了荣家姑爷这个身份，我也能尽快让朵朵去南都最好的书院，不用再与世隔绝。朵朵呀，她之前欠下的功课实在太多了。龙庭，你想做什么？龙娜美女，听你堂弟说你这里有笔生意，想跟我谈谈。荣子安，他想怎么样？在这文书上画押，将跟朝中的生意交给你弟弟。痴心妄想！朝中的生意我筹备了整整7年，这是我和朝中搭上关系的唯一机会，绝不可能把它交给荣子安。跟我有关系吗？我们拜月会只负责收钱办事。龙庭，这是我荣家的地盘。荣家，我今年带的人不多，门外也就100来号兄弟。要是谈成了，荣家还是荣家；要是谈不成，那这里就该成为荣氏陵墓了。你们拜月会当真是无法无天，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！你知道拜月会为什么能在南都立足100年不倒吗？混账！因为在南都的阴司地界，都由老子说了算。放开我！对吧，荣大长氏？他给了你多少，我可以给你，但这生意不可能。行啊，那你就给我10000两黄金。你简直就是明抢！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在明抢。哼，我没闲工夫跟你们磨磨蹭蹭，要么给我拿10000两黄金，要么在文书上画押，不然今天我就要替你换个新侍女了。1炷香时间，要是你还不答应，我就先废了她1只眼睛。这么标致的姑娘，真是可惜了。但要怪就怪你的主子吧。 3个数的时间，松开你的手。你这只手就别想要了。